淡水是新北市古迹最多的地方，也作为全台第一个拥有自来水的地方，可见其曾经繁华风貌，也可以见到有非常多的国家琢磨的历史痕迹。今天我们将带大家简单介绍25个以上淡水经典景点，主要以捷运或是轻轨站步行能及的4大区域，分别为淡水站区、老街河岸及重建街区，还有出海口的沙仑及码头区4个。作为淡水新居民将近6年的我们，也会将私心喜欢的地方一次告诉你哦，跟着我们来看看吧。Hello，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淡水旅游攻略。一切的起点呢，一定要从淡水捷运站先开始。因为如果你是假日来的话呢，你就不推荐开车，塞车、停车都是个问题。那平日的话，开车就会比较 OK。淡水捷运站我就会把它当一个景点了。你看后面这一条路是什么？这个是英专路商圈。如果你在晚上来到这边，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美食可以选择。而且我们之前有拍过，大家可以参考，都会把它放在资讯栏底下。后面还有大都会广场，如果你想要稍微补充一下你的 Uniqlo 或是 Net 啊，都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常常这个地方都会有一些市集，那在那边呢，就是还蛮多公车路线。如果你想要往三芝、往浅水湾方向的话，这边有公车可以坐过去。淡水捷运站后方，这里是河岸广场，这边有很多的街头艺人表演。那如果你是在傍晚的时候来的话，这个地方是一个蛮好的赏夕阳的景点。那很多人可能在这里坐着坐着就没有再继续往后走了，对，就卡点了。跟你讲，超多那种小情侣啊，在那边牵牵手就没有继续往后走了。如果你高中干过这种事的话，在下面打个+1，就很辛苦。淡水大灾问，请问淡水有几间星巴克？大家留言回答吧。我们要来逛淡水老街，那等一下如果碰到什么好吃的呢，我们会跟大家说，但不一定会吃给大家看，因为真的太多了，我们今天吃不下。而且我们拍了很多集了，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搜一下。所以老街有分2个部分，一个是靠河岸的这边，然后还有比较靠近里面真正老街的部分。那你沿这个公民街一直走进去呢，就会接到老街了。那如果说你只想要逛老街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一个方向过去，另外一个方向回来，这样子就可以都逛到。很多店是从外面连锁开进来的。那等一下我们沿路走啊，会介绍大家一些就是这边蛮值得吃的，不是太多连锁店的东西。晴光红豆饼虽然很好吃，但是它是连锁店。这北藤贵啊，是从迪化街开过来的，非常的好吃。我们在外面吃了这么多，它真的是非常的不错。如果你没有去过迪化街的话，你就可以在那边吃一吃，也不错。铁观音跟面茶口味，我们超推的。饼店是你来淡水老街千万不能错过的。北部人很多嫁娶都是指定要新建成的饼，然后它在对面呢，斜对面有一家比较新潮的门市，大家可以去逛逛看。这种传统大饼现在都有做体积比较小的，如果你怕一个人吃不完，你就可以买这种小小的 size。对，它的柜台就1块1块可以买。刚刚老店那边太热闹了，我们来到新的店这边看一下，它光这种小小的饼啊，就有好几种口味。我们自己是非常推荐这个麻薯红豆蛋黄，还有芝麻蛋黄口味，都超好吃的。花生麦芽糖也蛮有名的，你说你之前吃过吗？对不对？还蛮好吃的，而且很多人会特地来这边买这个来吃啊，也有很多人拍过这样子。推荐大家试试看。现在 IG 上面也是非常的有名，因为它的造型非常的特别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是狗头的冰棒哦。喜欢打卡的人啊，可以来尝试一下。跟淡水的传统市场是有相连的，那这条上面也有很多好吃的，那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广东肠粉超好吃，是我们目前吃到那种摊子的肠粉啊第1名。对，如果你想要吃一点小吃啊，然后不心痛的价钱的话，这一间很棒，真的。很不错，还是点了1份啊。这个是腊肠的。我个人觉得腊肠特别香，然后隔壁的大哥说他自己哇超爱吃这间，每次来淡水都会必吃，然后他是唯一一家会加青菜的。他们家的肠粉是我吃过口感最好吃的肠粉啊，
Q 的，不会粉粉的感觉。然后再来是它的油葱也非常的香，没有油耗味，腊肠也是不用说，真的非常的。腊肠真的特别的好吃。然后我觉得它的酱油啊是比较广式的那种口味，而不是台式的酱油。吃辣的话，这个辣酱一定要吃。然后它这个里面是有很多那种蒜头，那种超香的。名产有很多种，像鱼丸啊、阿给铁蛋，然后还有饼铺，但是其中最不会被诟病的就是饼铺。今天饼铺都有自己的特色，那你从门口就可以看出它的主打商品是什么。我们之前有拍过一集，就是伴手礼的特辑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。这间三协城也是超级老店，他们一样有做这种小小的，非常方便食用。对，吃的喜欢真蛮大的。它的糕做的特别精致哎，这个如果买回去拜拜，应该不用担心没有人吃吧？看这边都有提供4只，所以你吃1只喜欢再带。它切的蛮大块的，这很好吃，很像古早味的凤凰酥，因为凤梨酥以前也是有冬瓜馅的嘛。这是他们的招牌。这是保安药房，买什么呢？买饮料。我问你哦，什么人最适合喝龟苓茶？我知道。那最不适合的人？什么人？玩虚拟货币的人。这里原本是一间100年中药行，那我们现在其实看到很多店都是加入一些文创的元素啊，就会变身成这种新的样貌。这间中药行，你可以把它当成一间生活百货在逛，它有很多的调味料啊，然后还有什么药浴包啊，然后还有痱子粉，超好玩的。农夫面包是淡水人就是都还蛮爱的，那它的价钱非常的公道。如果你喜欢欧式面包的话，一定要买一些回去。它的面包都这么大颗，然后100块左右，现在外面已经很少这种价格了。重点是里面真的是真材实料，很实在。今天许艺鱼酥不止观光客，在地人也非常的推荐。那如果你喜欢有点创意的，或者是送礼要漂亮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后面的登峰鱼酥，我们也吃过，非常的好吃。这里是淡水古迹微型博物馆，它就在老街尾端中正派出所的旁边。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先来这边，因为这边会展示所有就是淡水的古迹有哪一些。但是我觉得你们看我的影片，好像你就可以知道了啦。对，这大部分我们都会拍。蛮好玩的，它里面就是用互动式的方式，在告诉你说淡水这些古迹它每一个特色是什么。跟大家说一个很好玩的，只要拿这块名牌放到这里感应，它就会告诉你关于这个地方的一些相关资讯。博物馆的后面齐柏林空间竟然就在这边。那这边的话，刚好周2休馆，今天就是周2，那大家可以自己来看看。博物馆的本身也是一个古迹，它是德记立式洋行。淡水日本警官宿舍，它是日据时期就留下来了，现在是新北市的历史建筑。那我们刚刚从福佑宫的旁边斜坡走上来，就可以到达这个景点。我们进来参观啦。这里从前啊是淡水警官里面最高官阶的，也就是大概是分局长那样子职位的他的宿舍。说真的，住在这样的房子，谁会想要好好做事啊？我只想在这里养老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做夫娃娃扮演做夫娃娃啦。我现在头发剪掉了，比较没有那么像。我只是觉得很爽，因为你既然会对我土下座。是接待式，它的风格是属于和洋式的，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比较日式的。警官宿舍下来
马上就有一间无所事事就淡水，它是一间咖啡厅。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？这我朋友推荐给我，他说它是一间24小时的咖啡厅，因为这个位置啊比较高一点，所以你进去里面喝咖啡，你可以在那个阳台上面看整个淡水的河景，非常的漂亮。大家都是很推荐，老板的个性啊很随和这样子，所以很多人都会，你看评论就会说，老板人很好啊。很随性这样子，大家喜欢这种风格，可以进来走一走。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拍给大家看。这也是重建街啊，虽然说我们常常在逛淡水老街，但是淡水老街会让你感觉不到老街的感觉。那你真的要感觉到淡水老街这种事的话，来到重建街的建筑最能够让你感觉到。你看到那种背相机的游客啊，都会走到这条巷子里面来。对啊，而且很多人会在这边打卡拍照。对啊，我觉得算是蛮秘密的景点，因为蛮多人不知道有这一条街的。它偶尔啊还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，像以前有办过一些市集嘛，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可能要密切注意一下这边的讯息才会知道了。我们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就可以到淡水老街喽。对，而且这边也是大家在办市集，然后办在这个阶梯上面，然后2排这样。其实我蛮喜欢，但是这个活动不是很常有，真的蛮可惜的。知道吗？结果这边就是警官宿舍，刚走上来2步就到了，我竟然不知道。没错，因为我们平常都骑摩托车，所以越是在地人越是不知道这样怎么走，搞不好外地人没有我们熟。这边有几家蛮有意思的小店，你可以来这里度过一个下午，但前提是它要有开。这间是我的愿望清单，但是在我可以的时间它都没有开。那这间的话要假日比较有机会，平日的话你要上它的 FB 或是 IG 去询问它一下。这里有一间小小的书店，像这种独立书店在台湾是越来越少了。那以前还在拿着旅游书旅游的年代呢，像这种独立书店都是会被写进旅游书里面的。所以我们要支持一下这个独立的书局，这样子。富维小学校礼堂，它是日治时期的时候呢，在淡水地区啊，日本人唯一新建的一间小学校。那在当时是要有身份地位，对，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家庭的小孩才可以进入就读，然后这个地方它就见证了这段历史。这里面陈设的是一些日治时期的时候关于教育它的日常样貌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。如果你是一位跟着爸爸妈妈从日本来到台湾的小朋友，应该到哪里上学呢？我翻过来看看，小学校，这里就是小学校，简单说就是日本人念的学校，那台湾人念的就是公学校。这是当时小学生上课的样子，然后那边有他们当时制服的样貌。你看，这是你最讨厌的数学。我要睡觉了。刚刚那是上课，现在这边是下课后的样子，全部都掉了。花束超美的。木下静雅旧居，他是个日本人，是个画家。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，就是一点日式建筑的感觉都没有，我觉得蛮像闽式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果然，它展场里面就有解答我的疑问了。它整个是台洋混合的建筑风格。我们住在淡水已经5、6年了，那常常听到很多人就是觉得很不喜欢淡水啊，但是也真的有蛮大的一群人喜欢淡水。比如说，我觉得像艺术家就很适合居住在这边。那木下静雅他是一个画家，那这边就有提到他为什么住在淡水的原因，跟我们当初的那种想法是一样的。他觉得淡水这个地方就是很舒服，对。感到悠悠自适的感觉，可能对他的创作是有帮助的。其实我们搬到这边第1年就觉得，哇，这边超适合艺术家的啊！我们自己到现在都还没有这个想法，都没有改变过。我现在站在这里啊，就非常能够了解他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地方。
你想象一下，几十年前这个房子全部都没有的时候，他直接能够从这个角度看到淡水河，他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作画就好了。这也是现在很多人搬到淡水的原因啊。没错。早上啊，从淡水开车出去，你就知道这么多人想搬出淡水的原因了。所以我才说艺术家才适合住在这里嘛。淡水到巴黎的这个渡轮是非常值得体验一把的，因为在老街啊有渡轮的地方，大概只有淡水跟旗津有。然后我觉得这边比较差一点点，就是它的摩托车要上去比较麻烦，而且也比较贵。那我很希望淡水啊，它可以把这个直接骑上去，直接骑上去，这样最方便了。当大桥还没盖好之前，这个淡水的渡轮就扮演着淡江大桥未来将要扮演的角色。我们都是骑摩托车，然后上渡轮到巴黎那边去玩，所以提供这个路线给大家参考。那我们的影片也拍过好几次这样的方式，你们可以去我们的频道里面找。观光景点的星巴克都非常有看头。那这间星巴克它的卖点在于看河景，那但是呢，淡水还有更漂亮的，它在淡水的星巴克中只是我们心目中的第2名而已。我们讲说我们知道的有4个，那这只是第2名而已哦。护尾街医馆就是马街医院的发源地，然后在旁边呢就是淡水礼拜堂。这个大教堂呢是很多人都会来这里拍照的，它是为了纪念马街来台传教60年所兴建的。对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在参观的时间去参观一下，然后拍照这样子。目前看起来都不能进去，那我们在外面拍照就好。Far from ever feeling lost with me, I'll push you back towards the land and sea. They're going down for love and love. 这印证淡水从古至今就是艺术家的聚集地啊。这也是真理街，很多人把它当成是阿给街，因为有3家最有名的阿给都在这边。那很多人说你不要去老街吃，来这3家吃，那这3家怎么挑呢？我自己个人觉得上面那一家文化，大家是朝圣的周杰伦来，再来就是它的酱是比较重，你喜欢重口味就吃那一间。第2间就是最多老淡水人推荐，因为它历史最悠久，它的皮比较柔软，我喜欢它柔软的部分。下面这间淡水3姐妹哦，也很多人喜欢吃，因为很多人早餐的时候都会带这个，而且它的味道我觉得算是比较柔和一点的，不会那么的重口味这样子。那就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，可以都尝试，我觉得都值得吃。如果你们在等我的评价，我是不喜欢吃阿给的那一派。这里是小白宫。老实说，这是我第一次来。这里是个售票景点，它的门票是80块，但是如果你是新北市民的话，凭身份证就是免费。那它跟红毛城还有护尾炮台是一起共用的门票，所以你在哪里买了票，凭票根就可以进来。大家都是来这里拍躲猫猫的。这里以前是海关官邸，现在是3级古迹，遍地都是古迹。我们来到这里像出国一样，来到韩国，因为旁边人都在讲韩文。这里也是个观赏夕照的绝佳景点。这里的建筑啊有很多元，我觉得淡水就是这样子，是闽式、洋式，就代表它从前命运多舛。还有什么葡萄牙，然后西班牙之类的都有。闽式的屋顶围着里面是洋式的建筑。你看周杰伦的学校。这里是乌登义美术馆，今天来的时间晚了，它已经要闭馆了，所以我们就不进去了。那它是今年才开的美术馆。我们在脸书上看到它的一些活动，觉得蛮吸引人的。然后来到这边呢，看到它的建筑也漂漂亮亮的，这是新的景点介绍给大家。结果外面的简介就有告诉我们，它是用3种风格来盖的这个建筑，有这个闽式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日治时期的，然后做法对，然后还有西班牙建筑风格。里面看了这么多日式住宅，
这里不一样，它有和服体验。我们一走进来就可以听到音乐声，它是3味线。那这边介绍有说，他以前有自卖自弹3味线，就是他会弹3味线，他有贩卖这个东西。然后这个音乐呢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？我们去日本住一些民宿，它是古民宅。那我们看到里面的厨房，真的就是长这个样子哎。当然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，像这些瓷砖。后来住在这里的刘家人呢，把这个木地板的部分呢改成了瓷砖。多田荣吉说，他一天要吃1升的饭，1升的饭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你一天有吃这么多吗？跟大家说一个很贴心的地方，像我们今天的影片里面的古迹群啊，它全部都是让大家去换拖鞋。如果你没有穿袜子在身上，你也不用花钱再买袜子，我觉得真的非常棒。这边有提供浴衣体验，成人300元，然后小孩是200元，然后55岁以上的话半价哦。当然啊，如果你自己有漂亮的和服，想要带来拍拍照也是可以的。对，这边只有提供浴衣体验而已。觉得这个天桥也可以成为一个景点哦。淡水红毛城搬来淡水5年，半次都没来过，大家可能都比我们熟。那这边一样是新北市民，你凭身份证就免费，爽！麻辣。后一步了，给大家看，平常没在运动的人会有点喘哦。大家现在看这个状态就知道自己要怎么爬了。英国领事官邸，那像打狗英雄馆在高雄那边的也是长这个样子，这是英式建筑。那我们常常在港剧里面啊，看到人家在这种圆形拱门里面有没有这样拍进去，然后人家在喝下午茶，也是这样英式建筑。我稍微看一下人家部落客在写啊，就说韩国人来这边是必在那边打卡，就我们刚刚看一堆韩国人在这一条路一直打卡这样子，拍爆，真的。我们这一集一直在参观别人家，你看这个徽章啊，就是那种贵族人家才会有的，很像那种贵族学校会出现的徽章。葛莱芬多。带你看一下人家的客房，这客房也叫大间，这叫客厅吧？这比较像我们现在的客房吧，但人家是佣人房哎。这边是儿童房，我请问就问谁？你家客厅有比这个大吗？这比较像饭店的儿童游戏室吧。这个是厕所，我觉得大概跟你们以前文化大学的学生宿舍大概一样大吧。4人间的，太伤感情了。带啊，掌握2个重点。第一个看人家家里，然后呢，第2个就是从人家家里看河景。出口啊，可以通往真理大学的牛津教堂，也蛮漂亮的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。毛城底下的9面旗帜，它多次被易手，这代表它总共换了9个主人呢。红毛城这边其实有很多个名字，所以一开始叫圣多明哥城，然后后来呢又易主了，然后这里叫做安东尼堡，最后因为那边是荷兰人，荷兰人是红毛，所以又被台湾人叫成红毛城这样子。这个就是安东尼啦。犯人放风的空间比刚刚人家的房间还要小，可是你看，他就一脸惬意的样子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红毛城的2楼。里面主要展示的就是红毛城修复的过程，然后还有领事办公室，有蛮多有趣的事情，那就留给大家自己来看了。去参观的时候，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，因为这边换了很多的主人嘛，只要一换主人，他们就会想要修缮啊，
想要改建一下，这样子就会发现，又从天花板挖出了什么东西，然后上一个任何的东西你都没看过，又文化又不同这样子。是海关码头，然后它其实就在刚刚的红毛城，过个马路就到了，而且这边就是一群的那种仓库群。那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你们有去过函馆吗？或者是去过日本的小樽、北海道那边，他们都是仓库群。你要说这边是那种淡水的小函馆啊、小樽之类的都可以。今天晚上都很好玩，假日不定时可能会有恐龙出没在这里跳很好笑的舞。然后晚上的话呢，这边的灯光非常的漂亮，有很多的装置艺术可以去拍照。定期都会有很多的那种展览啊，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啊。就算是太热，你进去躲躲太阳也都还不错。很有意思的展览，都是免费的。现在这个展览好像是用一些特别的包装去讲解淡水的景点跟历史，超强的。这是个非常适合亲子同游的景点哦。仓库还有2个偏亲子的展览。可以来登记，然后免费的换穿这种恐龙装体验一下，超好玩的。你敢穿吗？你尺度这么低？不是尺度的问题，现在外面30度了。这里是云门舞集，我们住到淡水之后最喜欢的地方之一。那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星巴克，我们上次带朋友来，朋友也觉得非常的漂亮。如果你来这边啊，其实这边走上来有一点点需要体力，稍微要走一下，然后上去里面有可以逛一逛，我们上去看看好了。舞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表演嘛，那这边常常会举办很多艺文活动，那如果你有跟到表演的档期的话，也可以顺道来这里走一走。那上面这边有一些雕塑，这看风格就知道朱明大师。最棒的就是这个观景台下面的河景是非常的漂亮。这个云门舞集的星巴克就是我们认为淡水最美的星巴克。那它门口有一株梅树，长得非常漂亮，现在梅花开了，代表春天也来了。这间星巴克的屋顶是透光的，所以当阳光充足，光线洒到里面室内空间的时候，坐在里面真的是超舒服的。真的是超值得的一间星巴克。可恶，这边怎么可以没有淡水特色的杯子呢？这个字要怎么念？我们困扰了很久，昨天才被解答。原来这是炮的古字，所以就是护尾炮台这么简单。门锁钥是刘铭传题字的哦。一样是新北市民免费的。今天外面非常的热，但竟然里面超凉的。刚红毛城的内部也是一样很凉。那这边跟刚刚的等级不太一样，这边是国定古迹哦。又是躲猫猫，对不对？啊，终于看到炮了。先写着阿姆斯托朗，就是 Armstrong。他这个是要射到月球去吗？下面很适合养河马嘛。木栅动物园就是长这样啊。所有动物园都有一个这样子，然后让动物围观，来围观动物。动物围观。你觉得这个景点非常的热，大家斟酌一下，真的。就在云门舞集旁边而已。那它3个景点3个景点，红毛城、小白宫跟护尾炮台，他们是共用1张门票的，就是你只要花80块就可以3个地方都玩得到。我觉得算是很佛心的。你还不用钱呢。我们来到沙仑海滩，这边离淡水老街路要步行过来是稍微有比较远一点。那我刚刚有查一下公车路线，如果在老街尾巴第一渔港的地方对面，那应该是小白宫那一站，可以坐红26到这个地方来。我们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地方，因为以前刚来的时候啊，就觉得说
小时候有来过这边，可是那时候整理的不好，这样子有一阵子被封起来。而现在回来的时候，你说真的，这边的水是比较危险一点。那如果你只是踏浪啊、玩沙啊，在傍晚的时候来这边吹这个风啊，很棒。像今天中午超热，可是现在这边超凉快、超舒服的。我们过去看看好了。这个海滩腹地还蛮辽阔的，常常会看到大家在这边拍婚纱，还有骑马。但是要注意，这个海域是危险的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下水去游玩比较好。那如果你是真的有打算要来这边的人，然后建议你就是准备一双拖鞋，这样子，像我们就有准备一下拖鞋。这里是渔人码头，其实晚上来这里最棒了。那像我们住在淡水，会来这边大多就是2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近年来啊，很多大型烟火都会在渔人码头这个地点释放。那再来呢，这个是个遛小孩的超棒地点，这里的溜滑梯很好玩，而且这里面有一些什么积木博物馆啊什么的，积木共和国，对，就可以带小孩来溜溜。在这边除了可以看台北港以外啊，我们还可以监督一下全世界最长的斜张桥淡江大桥，之后盖好的话会非常的漂亮。那从这一面当然是没办法跟着夕阳一起看，但是也是很漂亮这样，而且很近，应该是最近的地方。渔人码头这个地方大家应该都已经很熟悉了，那因为篇幅的关系，我们就不多做介绍喽。接下来天气就会越来越热，那晚上来这边吹吹风、走一走是还蛮舒服的。渔港旁边的榕堤，如果你在影片里面看过人家在观赏淡水夕阳的话，大多指的就是这个地方。它晚上的气氛也非常棒。那这边有很多景观餐厅，如果你是来约会的话，晚上可以安排一下。晚上走在这条路上啊，因为它灯光很漂亮，所以就显得特别浪漫，真的非常有在国外度假的感觉。也是第一渔港，在这个周围呢，有非常多的咖啡小店，然后有一些特色的饮食，大家可以来这里吃东西，吹吹海风。这里的水是不可以喝的哦，坐就好了。现在远处有一个五彩缤纷灯光的地方，那里是海关码头，它不管白天晚上都很好玩。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会有那个恐龙出没在那边跳舞，听说非常的可爱。晚上的话，那边有很多灯光的装置艺术，你们可以去那边拍拍照。IG 热门的打卡美食都在这边。我很喜欢在这边剪头发，然后喝咖啡，因为那边有那种200块啊剪头发喝咖啡的地方，我觉得蛮棒。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体会过呢？一下总结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？怎么从晚上要跳回白天了呢？景点非常多，其实是没有办法在1天之内跑完的。那昨天有些景点呢，其实我们到达的时候就已经打烊了，今天呢又再去补了一次。对，景点非常的多啦，有山线、海线啊，像我们这是淡水河这一块。那我们今天就跑的全部都是老淡水这一块。那什么是老淡水这一块呢？就是大概从捷运站，然后一直到沙仑这一块，一路走过来这样子。论就是不要像我们这样子跑，太累了。我们今天的影片会分区域，那你可以每个区域挑一个点，或是集中在某一个区域把那些点跑完，这样子悠悠闲闲的1天就过去了。3天2夜的话，当然可以全部都跑完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啊。那如果你有想要再知道某些讯息的话，你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们。好，今天先这样，拜拜。一集没有什么吃的资讯，但是我们频道有一个淡水的播放清单，里面有超多好吃的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